精神病不把鬼当鬼会发生什么？鬼气复苏的世界，你是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，就连无所不能的系统也没能将你治愈，因此直接摆烂，随你怎么耍鬼。他只提供技术支持。青山精神病医院放风时间，看守病人的2名护士聚在一起唠嗑。你听说没有？东大桥有个醉汉死了，早上发现的时候半个身子都没了。你这都不算啥，南城区那边更吓人，说是有个小女孩挨家挨户敲门，门打开就问是不是她妈妈。这事我咋没听说？消息被封锁了，驱魔警署的人挨家挨户通知，晚上谁敲门都不要开。那外头是家人咋办？那就得选了，你是要一个人的命，还是要一家人的命？你竖着耳朵听完护士间的对话，身披一块条纹床单当作隐身衣，一脚没穿袜子，一脚穿了2只袜子，站在长椅上。你谨慎小心地打量着周围一圈人，确定安全后，把参差不齐的头埋进床单里。被单里的你，右手拿着一只拖鞋，左手在上面戳来戳去。派往大球的特工动动腰，请求连线总部。总部收到，请回答。哦喔，地球已被鬼物攻占，我方可趁此机会背后偷袭，征服大球。总部收到，请回答。哦喔，许久时间没有等到回答，你拉开被单上的一角，没有人注意到你，确保安全后，将通讯工具塞回了裤裆里。你望了一下椅子的方向，朝着椅背迈了坚实的一步，然后你倒栽葱似的头朝下掉了下去，好巧不巧磕到一块石头上。不知道哪个精神病喊了句吃席了，吃席了，其他精神病跟着双手举过头顶，围着你欢呼雀跃的转圈。等你再次醒来时，身处病房里，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。系统已激活，检测宿主身体状况为重度精神病，是否接受治疗？你揉揉眼睛，晃晃脑袋，系统面板就在你面前纹丝不动，稳定性能极好。岂有此理！那群穿白大褂的小人竟然在我睡觉的时候给我下药，卑鄙小人，不讲武德！宿主是否接受治疗？你才精神病呢！你全家都是精神病，治你个祖宗18代！滚开，挡住我吸收日月精华了！宿主治疗失败。你正盘腿坐在病床上练习吐纳之法时，楼道外传来水滴的声响，你无法全身心的沉浸式修炼，竖着耳朵听楼道外的动静，有点像拖地的声音，脚步很轻。谁大晚上的不睡觉在外面拖地？不对啊，明天是我值日啊！难道谁把日子记差了，替我把卫生打扫了？还真是个大傻缺，让我瞧瞧是哪个大傻缺给我拖地。精神院的病房晚上入睡前都是要锁门的，你只能扒开门上的小窗户朝外看去，漆黑的楼道外面仅能透过月光看得到一个人影缓缓地走着，脚步很慢，每走过一个病房，人影都会停下来看一看。这个大傻缺打扫的还挺仔细，你伸着脖子巴望着，终于等到了大傻缺来到你的门前。门外是一张苍白浮肿的脸，皱皱巴巴，好像泡在水里很久的样子，杂乱的头发上还往下淌着水，勉强能看得出是个女人。没见过啊，长这么磕碜，肯定让人印象深刻。难道是新来的？系统扫描，女拔，2阶怨鬼初期，溺水而死，魂居尸身，所化为拔。女拔离体力50，需要目光对视3秒以上。本系统建议宿主能力指数参考，危险指数极高，强烈建议宿主闭上眼睛。女拔的眼珠机械性的转动，对视上你那双嫌弃的眼睛。危险，请宿主尽快闭上眼睛。精神病的想法永远与正常人不同。你指着门外的女拔骂骂咧咧，你瞪我，是不是藐视我？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别看你是个女的，等老子出去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瞪我还瞪我，我这暴脾气还治不了你个丑八怪！女拔突然邪魅的咧了咧嘴，移开了视线。门外传出金属掉落的声音，原本松动的木门吱呀一声朝里开了。女拔穿着一件白色长裙，从身上流了一地的黑水。你见状抬起一只脚抽下拖鞋，照着女拔脸蛋上吐来了一下。老子明天值日，你给我搞一地黑水，你故意给老子找事，老子打死你！女拔被打得纹丝不动。高级预警，请宿主注意躲闪。你对危险完全没有概念，抬起右手指着女拔的眼睛。我不管你是不是新来的，到了这都得懂点规矩，我现在就给你点教训，还瞪我，不服气是不是？女拔张大嘴巴，嘴角撕裂，丝丝碎肉藕断丝连，喉咙里发出尖锐的叫声。他生气了，他要一口咬掉你的脑袋。女拔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你脑袋的方向过去。
系统本在强化宿主原则，正在给宿主调配1分钟能量爆发，请宿主算了。你只觉得手上一热，举着拖鞋的手狠狠地照着女拔的脸上扇过去，拖鞋在接触女拔，发出滋滋的烧烤声，力度之大，径直将女拔扇出了病房外。你提着鞋走出病房外，扭头瞅了瞅楼道一地的黑水，你个丑八怪，谁喊你来的？你抬起拖鞋照着女拔的身上猛打一通，女拔被打得瑟瑟发抖，躲在墙角不敢动弹。你看到女拔裙角还在流黑水，恶狠狠地指着女拔裙摆，女拔下意识收起来，不敢再滴一滴水。在你的驯服下，女拔乖乖按照你的指示打扫起被她弄脏的楼道，甚至不惜破坏掉其他病房的门锁，打扫起病房来，吵醒了一部分精神病。陈主啊，他听不听你话啊？能不能让他给我洗洗袜子，也给我洗洗小裤裤？精神病的想法就是这么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临近天亮，女鬼才干完你指派的活。你瞎吗？没看到老子正在睡觉吗？这次长记性了，以后1周来一次，看到值日表上有我名字的前一天晚上来把卫生打扫干净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滚吧！女鬼怕你反悔，匆匆离开病房，还礼貌地带上了门。而值班室里2名医生提心吊胆了一晚上，就连呼吸都不敢大口吸，生怕惊动鬼物来取他们小命。清晨你被护士叫醒，一睁眼病床就被一群人围住，还有几名穿蓝色制服的。当你看到给你打过针的阿远医生时，你不淡定了。卑鄙小人不讲武德，我脑子里的东西是不是你们趁我睡着后给我打进去的？你这个卑鄙龌龊的家伙！此时精神病院院长李青山开口说话：警察同志，你们也看到了，他就一重症精神病，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昨天被他打的是女拔。我早该想到的，大晚上能出门泼脏水的，一定是你们找来故意弄脏我的地，好让我干一天活。没想到你们无耻到这种地步了。李院长他有清醒过的时候吗 ？No。长得好看的任何事物都能吸引异性的目光，包括精神病在内。你的目光落在女警姣好的面容上，系统扫描上有乳腺卵期，并因长期吸食引起所致。你前面那2个球球生病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去看病？现在都晚了。流氓！我可以帮你治疗小球球，不然你的小球球就瘪了。哎，他就这么个情况，我们走。他每天除了吃喝拉撒还会做什么？他总喜欢把自己当世外高人，没事就坐在太阳底下修炼，为此还中过暑呢。最近倒是没见他白天修炼，又一直拿着拖鞋联系外星人。外星人？上个月院里组织了一场外星人电影，应该是受电影启发了。动腰报道，请求总部多给几片肉嘎嘎。又是你小子！好，阿姨多给你几片肉嘎嘎。你坐到自己专属的座位上，挺直腰杆，目视前方，这是你独有的吃饭前仪式。几秒钟后，仪式感结束。恭喜宿主成功驯服一只女拔，系统奖励抽奖1次。碍于宿主精神障碍，系统将自动为你抽取。获得地上驱魔符咒1张，并识别画法。一张黄色符缎凭空出现在你手边，你顺手拿起地藏驱魔符，弯腰捡起地上的肉嘎嘎，拿驱魔符擦拭2下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然而驱魔符已成球状，在不惹人注意的情况下丢到隔壁桌下，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吃饭。你们也看到了，女拔只受到了肉体伤害，档案记载她是感觉不到痛的，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她还会来复仇。为了确保这里安全，我们要做好反击的准备。很快夜幕降临，精神病院里像往常一样，先是折腾一通，熄灯后的楼道里彼此打着最响亮的呼。所有工作人员躲在值班室里，盯着监控里的动静。临近半夜的时候，你突然醒了，立马盘腿坐在病床上，双手手心朝上附在膝盖处，一呼一吸之间很有规律，像极了一个老修炼人。警告警告，系统监测危险来临。你很是淡然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。你终于来了。监控前的驱魔警面色一怔，掏出驱魔设备显示图，出现2个红色标记点。哥哥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谁欺负你了？哥哥帮你报仇。他是精神病院的病人，不仅打我，还让我打扫卫生。你也太 low 了吧！居然被脑子不正常的人欺负，哥哥现在就去帮你去报仇。女鬼有了男鬼撑腰走路都自信许多。与此同时，驱魔警们发现了他俩。不对呀，怎么来了2个？坏了，女拔竟然搬救兵了！快看，
他们要进入日光镇里了。南拔似乎察觉到了日光镇的存在，停下来示意女拔先走。他并不知道日光镇的存在，也很不情愿的缓慢移动。进入的瞬间，一束束白光打在女拔身上。南拔见威力不咋地，才迈动步子挡在女拔身前。就这？妈的，南拔身上怎么没有动静？给我加大力度推到底，就不信了，招不打他。没想到这南拔实力这么强，南拔佬，欺负你的人在哪？带路！进来了，进来了，他们进来了！快换监控，快换监控！因为是给女拔报仇，直接来到目标所在的病房。你们终于来了，总部来接我回去了。怎么会是你？我的外星同伴呢？不对啊，总部给我的指示说今晚来接我。动动腰呼叫总部，总部派来接我的人还未到，是否途中出现差错？哦呜哦呜！你来做什么？坏了我的好事！南拔二阶远归踪迹，已随而嘎，自曾随地千年，系统开启防御罩。黑水到你脚边都是绕行流过，而其他物品全部被腐蚀殆尽，一样没留下。子弹没有给南拔造成伤害，而且还引住了他。掉在地上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唯一联系总部的工具没有了，唯一联系总部的工具没有了。气煞我也真是气煞我也！你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你四处寻找趁手的武器，可周围空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拳头是你唯一的攻击武器。系统正在强化速速拳头，此言精准拳。你个大势必，老子要你西瓜！金刚大力拳。系统强化速速腿部力量，佛头逆向腿。看我的大象蹬腿！不要啊！气头上的你拿给对方反悔机会。被你丢掉的地藏驱魔符凭空出现在你掌心。南拔身上崩裂出滚滚黑血，烟消于这世间。嘎鬼了，嘎鬼了！谁来救救鬼啊？女拔全身瑟瑟发抖的大喊大叫：“救命啊！”你走向这个罪魁祸首，女拔跪在地上磕头求饶：“他是你叫来的，都怪你，把我唯一联系总部的工具弄没了。”宿主成功击杀一只南拔，奖励速速抽奖强化。算了，哎呀呀呀！我的通讯工具没有了，我回不去星球了。他们散发出来的黑水让整栋楼的物品都腐蚀了，包括精神病们身上的东西。该的头发去哪了？以至于精神病院都是清一色的光头。他们穿着崭新的病号服，拿着新的洗漱用品，背着新的被褥，依次被安排进新的病房。你看我眉毛还有一根没掉。我也有，我也有，在我中间好几根呢，我偷偷给你看。哟呵，可以呀！你们俩干嘛呢？把裤子穿好，中午不想吃肉了吗？你早饭都没吃，就被护士带到院长办公室门口，里面坐着多个穿制服的人，个个表情很是严肃，你的表情也很是疑惑。难道我身份暴露了？这群愚蠢的人类要谋害我？你看桌子上有你最爱吃的鸡爪，快进去吧。桌上确实放着你最爱的鸡爪，但理智告诉你这是一个圈套，绝不能因为嘴馋葬送性命。难道你不喜欢吃鸡爪了吗？护士着急的想推你进门。我真是小瞧了你，你竟然要和这群坏家伙一起谋害我，我真是没想到啊。好的，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大英雄，他多少有点被害妄想症的心理。坐在沙发右边的就是驱魔警署局长周爱国。这我们能理解，看了监控后，我们认为他确实有过人之处。我代表警署能不能提出一个小小请求？您说，以他这样的病情，你看我们警方能不能利用好他这个能力去消除鬼物？这个可不太好说，精神病患者行为本就没有规律可循，你让他往东，他偏偏往西，根本控制不住。
周爱国刚要开口说话，门口就出现一个身披床单的精神病患者。这人除了你还能有谁？刚才走后，你实在放不下那香喷喷的鸡爪子，不行，那鸡爪子我一定要吃到。先去取我的隐身斗篷来。院长见到你这身打扮，立马小声嘱咐众人：别看他就当没看见。众人心领神会，收回视线。你探进去一个头，见他们都没看你。为保安全，你故意在周爱国面前晃了晃，而他眼神不断躲闪，实在没办法掏出手机，装模作样的看手机。这群大傻蛋看不见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鸡爪少一个看不出来的吧？不对，一个鸡爪尝不出味来，3个吧，3个也看不出来的。拿完3个，你还不甘心的继续拿，最终鸡爪全部揣进怀里。办公室里实在有人憋不住，想笑又不敢笑。正当所有人都觉得你要走时，不配合的你又从门口折返回来。这群家伙肯定在预谋害我，反正他们看不到我，不如听听他们用什么计谋害我。我又来了！你踢着床单，啃着鸡爪，在这些人中窜来窜去，啃剩下的鸡爪骨随便塞进倒霉蛋的衣兜里，给你点奖励。迟迟不见这些人，说话无趣的你啃着鸡爪离开，啥也不是。前脚刚走，后脚众人纷纷长舒一口气。跟精神病打交道确实累，放在往常院长早就叫保安把人拎走了。突然一名驱魔警气喘吁吁的小跑过来，局长不好了，南城区又出事了。又出了什么事？是夺命小女孩昨晚又出现打了一家7口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院长，我就不瞒您了，如此类案件已经不止1起2起了。我今天特意来就是为了这个病人，我们计划让他跟我们一起驱鬼。A 计划，警署工作人员穿上精神病衣服，提着零食来到你旁边联络感情。可还没开口，你就感受到杀气跑远了，然后用一招皇帝的隐身衣，一声不吭的拎走了零食。A 计划失败告终。B 计划，让你穿上驱魔警衣服，激发你的荣誉感，从而打消你对他们的恐惧。结果你在镜子前臭美了很久，最终化作一只蝴蝶。我是一只蝴蝶呀，飞呀飞，我要飞，飞呀飞。B 计划失败告终。C 计划还未启动，你选择主动进攻他们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暗中观察，同时有模有样的对扣子传递消息。洞洞妖呼叫总部，洞洞妖感觉被愚蠢的人类监视了，洞洞妖必须主动出击。哦喔哦喔，总部近期不要联系洞洞妖，洞洞妖单线联系总部，洞洞妖誓死捍卫星球荣誉。哦喔哦喔，已经自相接棒。眼见天快黑了，驱魔警还没拿下你，周爱国没了耐心要给你动硬的，先把你绑到鬼物出现的南城区再说。你们终于按捺不住了，终于要对我下手了。你拼命挣扎，一针安定剂下去，白眼一翻，两脚一蹬，没了意识，任由他人脱下病号，不换上普通衣物，最终抬上精神病院的救护车，一户跟随上车。等你再次醒来，已经身处陌生的屋子里，四肢被绑在床上。你们这群坏东西，狗日的，有种放开老子，偷袭我算什么本事？你在激情谩骂的时候，穿着制服的驱魔警局长周爱国走进来。洞洞妖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代号？总部派我来支援你，我是你的同伴洞洞七。奔波而罢，罢波而奔，应对突如其来的暗号。周爱国回想一声嘱咐的话，他有很多暗号，其实这些暗号连他自己都答不上来，直白了说对没对上全由他心情。哈哈，黑猫警长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你在脑中打量着这句暗号，看着周爱国的神情，不像在骗你。星球最光荣的战士洞洞妖和洞洞七接线成功。听到这句话的周爱国吊着的心终于松弛了，严肃的语气向你发出命令：总部已经准备攻占地球，真正的对手不是人类，而是地球上数以万计的鬼物，他们有强大的能量波动。我代表总部最高指挥官向英勇的战士洞洞妖下达命令，消灭他们。洞洞妖服从命令，确定你情绪安定下来，周爱国解开了绳子，系统警告，危险正在来临。这该死的穿白大褂的猴儿，
给我脑子里打了什么鬼东西？检测到了有阴气波动。周爱国看了你一眼，没说话的匆匆离开。看来洞洞七已经打入了愚蠢人类的内部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在愚蠢人类面前，我们不能交流。洞洞七可真是星球最合格的战士啊！你们要知道，我们这次来的目的不是消灭小鬼，而是采集小鬼的阴气值。一会敲门声响起，谁都不许发出动静，听见了没？听见了。系统探测危险正在靠近。哼，狗日的白大褂！那些老贼一定是看我不在了，派人来抓我回去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耍什么花样！局长怕不是忘了布置，我们还在呢。我们不发出动静不代表他不会啊。这下芭比 Q 了。系统扫描对方信息，多名小女孩圆规后期，早要家中排行老三，因父母听信邪术，封住了他的魂魄，让他不得转生。赠予大英之敌，以保子嗣平安。后来被人破了阵法，化作圆规，身负17条性命。系统建议当主。你来的时候看没看见其他人，尤其是穿白大褂的？你仔细想想。我脑子里的东西是白大褂干的，白大褂是我的敌人，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也就是我的敌人。敌人说危险，那就是安全；敌人说安全，那就是危险。敌人的敌人就是友军。你他妈脑子进疯了吧？哎，如今这世道系统也不好当啊。小哥哥来陪我玩吧。这娃娃也太丑太脏了吧，不想接，但他又这么诚恳，实在不好拒绝啊。对不起，实在忍不住了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听他们说今天晚上不安全。这也太大胆了，完全不把鬼当鬼啊！还领进来了。你在这里坐，我给你拿点好吃的来。别走啊！我得跟紧了，不然小鬼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弄嘎我们就完了。咦，你们也在呀？是来拿东西吃的吗？是，我们也是来拿吃的。别想抢我的东西，先到先得。给你一个。这些都是给你吃的。我想起来屋子里有个东西，一转就会响，可惜不是我的。我能去拿吗？都看着我干嘛？这个时候就算把房子点了，我敢说个不字吗？可以。我好不容易站的好位置，能不能别乱跑？要点啥安排给我们也行啊。 2 hours later， 这个不光会响，还会跳舞，你看。哎呀，得关了灯才好看。不用。哇，厉害啊！我偷偷告诉你，我有隐身衣。我不信。不信我给你看看，把灯打开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能看见我吗？不应该啊。你们能看得到我吗？我就说我能隐身吧，不信你来玩玩。你凑近点。苍天啊，谁来救救我？太他喵吓人了！从晚上10点一直玩到了凌晨2点，玩累了就坐在地上靠着沙发，嘴里还打着哈欠。无意间看见小女孩胸口的木钉，咦，你那里怎么插着木钉啊？我身上一共有5颗木钉。小女孩把手脚头这几处的木钉都给了你看，是哪个畜生给你钉的？我把它剁碎了喂狗。他们已经死了。小女鬼并没有说出是自己父母干的，你挠着头想了想，那我给你拔掉吧。这木钉拔不掉的。让我试试。小女孩本想拒绝，可你已经攥住了木钉，一用力，小鬼带着身体一起扑向你。不行啊，你躺在地上，我脚踹着你。小鬼听从了你，躺在地上。这时你脑海里响起了机械声。五行封魂钉去钉发新门钉。新门钉。随着木钉的拔出，小鬼发出剧烈惨叫，同时伴随滚滚黑烟释放开来，周围玻璃制品全被震碎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你眯的眼睛透过黑暗，发现小鬼飘在半空。那个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准备好了吗？五行封魂法去钉法左正弓钉。记不住啊，左手钉。这次的反应并没有新门钉大，仅仅黑气更大了些。随后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你把小鬼的双手双脚的木钉一一取出，正要拔头顶的木钉时，脑海中发出机械声警报：系统危险警告，检测多名小女孩天宫为为法位，
不可确定。你直接把系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，拽住小鬼身上的最后一颗木钉。嗨，带不动，实在带不动。五行封魂法去定发天宫位。随着木钉的松动，源源不断的黑气从狭缝中穿出来，小鬼带着你原地起飞。你用吃奶的力紧咬牙齿，总算将木钉从小鬼头顶拔出。系统警告：原鬼离化，请分为厉鬼。小鬼双目通红，叫声比新门钉高上数倍。因实力的提升，在他周围产生一道道黑色气波，你被这黑色气波冲撞飞出了窗外。而这些驱魔警们，要么死死抓住固定物体，要么死死抓住同伴，否则不知道会被吹到哪去。楼外上空，你懵逼地看着空荡荡的脚下。系统开启防御罩。你在焦急地挥舞双手双脚时，一道黑气席卷而来，像一根绳子捆住了你双脚。随着黑气的收缩，你返回了屋子，双手死死抱住窗户上的栏杆，双脚直打颤，心有余悸地往楼下看去。妈呀，咋能这么高呢？飘荡在半空中的小鬼控制住了阴气的散发，缓缓地落下向你飘去，随后从窗框上扒下你的一只手，再然后掰开了你的大拇指，抵在自己的额头上。我以前遇到的阿婆说，鬼如果想和人在一起，又不影响人的气运，就可以缔结鬼气的方法。我愿意成为你的鬼使，愿你差遣。然而你还沉浸在坠楼的恐惧中，瑟瑟发抖。系统提示：鬼物想以宿主缔结鬼气，请宿主尽快做出动作。系统提示：鬼物想以宿主缔结鬼气。系统提示：陈泽，你个大傻逼！谁骂我？是谁？系统实在看不下去，从地面上掏空一块玻璃，划破了你的大拇指，鲜血随之流出。小鬼也是眼疾手快，立马将自己额头贴上去。因血液的渗透，小鬼自身也在发生改变，黑化的反应逐渐褪去。妈的，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不是我。你转头看向房子里的另外一批人，他们东倒西歪的样子，更不可能是他们干的了。到底是谁干的？系统只是帮宿主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。系统正在修复宿主伤口。你心疼的摸摸伤口，伤口竟然自愈了。好了，难道我的功力又深了一层？小鬼调转方向，朝着驱魔井的方向弯下腰，竟然是鞠了一躬，这可把他们吓得受宠若惊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他要灭口呢。小鬼额头上闪烁着一个夺字，仅仅闪了2下就消失不见了。然后小鬼化成一道黑气，进入了你的身体。终于天亮了，这一晚太难熬了。局长，我要回家看老婆，拜拜了您嘞。局长，我老婆生了，我也先走了哈。周爱国为了让你给他打工，把你带来了驱魔警局局长办公室里。周爱国正在看结案报告，而你四仰八叉的躺在沙发上，打着惊天动地的呼噜，流了一滩的哈喇子。就这样的睡姿，却让周爱国甚是满意。老天爷真是开眼了，真让我捡到宝贝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这个驱魔局局长再也不用四处受气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驱魔警署局长周爱国。我们5天前向镇魔司申请的支援，就在昨晚立回即产出，现在已经不需要贵司的支援了，申请作废，谢谢。宝爷，这种感觉太爽了。之前求爷爷告奶奶的找镇魔司支援，好歹我是一举之长，还要让我走正常流程排队等支援，去你的排队，哈哈哈！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，我们驱魔警署已经不需要你们这群小区区了，不用求人的感觉就是爽。真舒服啊！咦，这是动动七乙去执行总部下达的任务，总部特别奖励了动动妖。总部特别奖励了我，这是星球最英勇的战士，动动妖应该做的。没吃早饭的你，3下2除2就炫完了。精神了，吃饱了，你还能做点什么？当然是做妖了。白天的驱魔警局仅有寥寥几人，我披着我的隐身床单到处逛了个遍，逛累了也渴了，就盯上了一瓶可乐。可惜那瓶可乐是有主人的，不问自取是为偷。我舔着个大花脸，
来到女警员旁边，你的可乐还喝不喝？女警员盯着我的脸，而我脸上是红烧肉汁和随时要掉的米粒渣，看她的表情肯定是被我帅气的脸庞给迷到了，主动把可乐给我。给你了，给你了，给他整一个。我不会白拿你东西的，我送你。咦，东西呢？能送的只有扣子，但扣子要联系总部。我想到要送什么东西了，在女警员的办公桌上找到纸和笔，3笔2笔就画出了一张图。这是给你画的护身符，此图吸天地之灵气。可等我走后，女警员蹙着眉，把护身符丢进了垃圾桶。丢掉干嘛啊？你可别看他是个精神病，能耐大着呢。那只杀了17条人命的厉鬼，就是他制服的，没准给你的是真护身符呢。你见过谁家护身符用废纸圆珠笔画的？那你不要我要，我贴我家门口。女警员半信半疑的从垃圾桶里捡回来，面对伸手要的同事，小心叠好放进包里。另外一个女警员也想要一张护身符，从抽屉里拿出半包瓜子来找我。没错，她用半包瓜子换来了一家平安。很快傍晚来临，由于驱魔警是晚上工作，来上班的人越来越多，我被这群人堵了个水泄不通。每个人手上都拿着纸和笔，大包零食。大师，我要5张。随即从购物袋里掏出辣条、薯片、果干、糖果、蚕豆。我仔细数了数，确定对上了数，把所有零食收到床单里。我奋笔疾书，在纸上画出花花草草，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这些人也不清楚你这精神病画的管不管用，可回想起昨晚的事，他们还是心有余悸。你的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些零食总共花了不到100块钱，要是这话管用，那我可算是捡到宝了。要是没用，就当谢过他救了自己一命，怎么算都不亏。驱魔境外的小超市算是赚麻了，零食区通通被拿得精光。今天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人买零食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手账要紧。一包66块钱。很快，局长周爱国来到警局，所有的工作人员手中拿着几张纸议论。你说这能管用吗？这几张护身符都不长一个样。别说你这几张不长一个样了，咱们所有人的护身符都不长一个样，管不管用等出警试一试就知道了。我这才几笔呀！你就知足吧，我好说歹说才肯给我多加几笔。在他们认为笔数越多越保命，周爱国来到休息区，瞬间傻眼了。地上放着成堆成堆的零食，已经看不到沙发在哪了。我坐在零食中，嘴里叼着棒棒糖，很不耐的在一张纸上乱写乱画。一个5大3粗的驱魔警员弯着腰，小声小气的语气。大师，再多画4笔呢，明天我给你买鸭多吃。我嘴上说你是在质疑我的功力，手却在纸上画了2笔。不敢，我哪会质疑您的实力呢？大师给我画，给我画。局长周爱国见到此情此景，差点冲过去跟他们一起讨护身符。刚好有个5大3粗的人拿着我的画路过他，局长黑着脸瞪了他一眼，他便夹着尾巴离开了。你们都不用工作了吗？在这里干嘛？其余人还没讨到我画的护身符，就沮丧的离开了。在众人离开后，局长立马换了副脸，掏出笔记本，动腰，帮我也画几张。没瞧见别人都拿零食换的吗？你怎么光着爪子就来了？周爱国全身上下只有一部手机，2张红钞票。我明天给你买，今天去执行任务了，没来得及买。把你手上那2张给我啊！我也不傻，知道那是钱，2张红票子能在我住的地方买好多零食。好吧，亏死了，人家10几块钱的零食可以换5、6张护身符，我这100一。给周爱国画完护身符，我在众多零食中找出一颗小小的糖果，给我请你吃，不要客气。周爱国看看手中小的可怜的糖果，再看看堆满休息室的零食，您可真是大方。刚要把糖果送进嘴里，就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。这糖果我还能吃吗？他想了想，还是算了，把糖放在桌上。我突然不怎么想吃了。我如愿以偿的吃到了糖果。周爱国算是明白了，他能给你东西，你笑呵呵，想在你手里拿点什么东西出来，简直比挖你的肝都要疼。周爱国聚集了一些骨干成员，商讨今晚去会哪只鬼物。
前2天接到报警，在东大桥上发现半具尸体，腰部以上不见踪迹。从尸体的断裂面来看，像是被活生生撕扯成了2半。通过散落的身份证调查到，死者当晚喝酒伤了头，不顾朋友的阻拦连夜回家，最后导致了悲剧发生。周围居民提供线索说，晚上总能听到桥上发出奇怪的叫声，我们判定是鬼物作祟。奇怪的是，采集了2晚上的阴气值，显示桥上并无危险。深夜的大桥上，驱魔警车中掺杂着一辆标注着窈窕精神病院的救护车，我抱着一堆零食下车，而驱魔警们一手拿特制手枪，一手举着从我这换来的护身符。我扒在栏杆上，享受微风吹到我脸上的舒爽。如果世界没有鬼物，这倒是个不错的乘凉地。周爱国紧挨着我，生怕有鬼突然出现把他弄嘎了。动腰，你在桥上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？我左右看看，除了吓得跟孙子似的驱魔警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没有啊。你再仔细看看，或者去前面玩玩，那边比这边更高。是吗？我迈开步子小跑过去，身后一众驱魔警跟随，不知跑了多远。我一脚踏出人行道，朝路面磕了过去。驱魔警们看见自己的保护伞倒了，赶忙上前搀扶。起来后，我的鼻子哗哗的流血，额头、掌心、膝盖都擦出了血。我眼中泛起泪花，我想哭，我不能哭，我可是星球最英勇的战士。动腰，一边忍着疼痛，一边擦拭眼角掉出的一滴泪。这颗泪冲破了我最后一道防线，我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血控警告危险怎将来临？众人身后突然出现一只庞然大物，我疼痛的与世隔绝，身旁的所有声音丝毫不影响我哭。消费者无助。一缕黑气从我身体中钻出来，化成夺命小女孩飘在空中。有关地载鬼物分为9阶：游魂、怨鬼、厉鬼、恶灵、鬼将、鬼煞、鬼王、鬼皇、鬼帝。每阶又分为初中后3期，初期最弱，后期最强。驱魔警是最低级别的机构，能解决的鬼物就是怨鬼级别。此刻他们却对上了2只厉鬼，一只是杀了17条人命的小女鬼，另一只是活了上千年的虎魂。背负的人命可以用100位数来计算。众多驱魔警见到虎魂，第一反应是往后撤，可一转身又是知他们惹不起的鬼。这种情况也是他们从业以来的第一次。不知如何对抗的他们，纷纷举起用灵石换来的护身符。这符咒管不管用，只能听天由命。千年虎朝人群一声巨吼，旋风摧毁及射手般将所有人吹到栅栏上。小鬼头见到主人也被殃及到了，一缕黑气捆住虎魂的脖子，不断收缩。千年虎一个甩头，将小鬼头甩向自己身后。区17条人命的厉鬼，怎能与他这只上千年的虎较量？千年虎走到众人面前，正准备饱餐一顿时，一道金光将众人包裹住。金光上浮现出你给他们画的图，有吐泡泡的鱼，有花花草草，还有歪歪扭扭的乱线。众人从恐惧中挤出惊讶之色，没想到精神病随手画的图竟有如此强的力量。千年虎再想靠近他们就难如登天。这金光虽没有杀伤力，却能抵御一切攻击。驱魔警尝到了甜头，把护身符举到头顶，竟然让千年虎向后挪了一丢丢。突然，一只带血的胳膊从人群的缝隙中伸了出来，正好戳在千年虎的鼻子上。QQ 弹弹的，驱魔警们一连忙要了老命了。那只手肆无忌惮地朝虎头上摸去，先是抚摸2下，然后攥起一撮虎毛拔了下来，手也缩了回去。千年虎痛得嗷嗷直叫，古往今来没人敢摸他的虎头，更别说拔毛了。他感受到了奇耻大辱，势必将这只手的主人撕成肉片。他愤怒地朝金色屏障疯狂输出。拿着符咒的众人每受到1次攻击，手臂就会震得发痛发麻。符咒虽强，可他们太弱了，费尽体力也撑不了多久。快撤退！局长发号施令，警员们齐齐向后挪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调出了大部队，手上还握着那撮毛。千年虎瞄准那只手的主人一跃而起，小鬼头见状，立马用一缕黑气捆住虎魂的后腿。在半空中的千年虎突然停住，掉了下来。你去吃别人，不许吃我主人。小鬼头哪怕打不过千年虎，也要阻止他吃主人。虎魂调转方向朝小鬼头怒吼，黑色气波将小鬼头撞飞。周爱国想趁这个空隙把我拉回大部队，可走到一半，虎魂就调转方向对准他们。我在虎魂面前丢掉手中的毛发，还嫌弃地拍了拍手。
这么大只的猫还是第一次见。纳斯虎，大型猫科动物。我一把抱住大猫的爪子，带血的脸在毛发上疯狂蹭来蹭去，直到蹭了个干净。我的头正好抵在大猫的下巴上，踮起脚把玩了2下大猫的胡须。虎魂张开嘴，露出尖牙，一口下去绝对能让这个家伙脑袋搬家。动动腰，好想吃了你！周爱国大喊一声，我后退一步，我想养你当宠物，你居然想吃我！大猫的腿朝我的头砍来，驱魔警们下意识地闭上眼睛，这让他们联想到了上一个遇害者是如何灰飞烟灭的。我举起拳头打向老虎的尖牙，系统强化速度拳头前进总锤，让你嚣张！流星打牙拳，一颗虎牙从虎魂嘴里蹦出，力气大到直接把老虎干翻在地。重新爬起的虎魂还没站稳身子，又瞧见了我的大拳头。系统强化速度拳头前进总锤，来看我的猫猫拳，2拳轮番上阵，一拳拳下去都会发出虎虎哀嚎，凄惨无比，声音多大？这点3脚猫的公主还敢吃我，也不怕蹦飞了牙？想吃我主人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快来快来，骑大猫！小鬼头飘过来，一把将你拽上虎背，驾！局长，动作起的大老虎跑了。我是有多瞎才用得着你来提醒我？你能看见我就看不见吗？都杵在这里干啥？喝西北风吗？快追啊！我哪追？我特娘的知道往哪追啊！我知道找不来陈卓，你下个月就得在这喝西北风。速度正在驯化千年呼魂，驯服度24%，中断清理。你完全无视脑子里的声音。驯服暂停，保持驯服数据。你什么都可以忘记，甚至是正在流血的伤口，但就忘不掉一屋子零食还在这里。你把满屋子的零食打包成好几大包，搬完零食的虎背上，小鬼头手脚并用绑满了你搬出来的零食，你则一身轻松驾驶着大猫离开，最终来到精神病院外停下。在你的潜意识里，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。你驱使虎魂从围墙外跳进精神病院，你下来后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在地上捞了一把空气，当作绳子在老虎身上捣鼓一通，用空气把老虎拴在长椅上。虎魂都看懵了，这是拴了个寂寞。他悄悄后退2步，想趁你不注意偷偷溜掉。突然，恭喜速度驯化走起一头千年虎魂。随后一条绳索环出现在虎魂的脖子上，将它拴在长椅上。此刻虎魂心里有100只我尼玛，还能这么玩？隔天一早，查房的护士打开你病房的门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有人自杀了！病床上你满身是血，被褥上也全是血，怎么看都是一个自杀完的人。你听见叫声，迷迷糊糊醒来，怎么了？护士见你还能动，顶着惊吓来到你床前，试探你鼻息。热乎的，有呼吸。陈卓，谁送你回来的？我自己回来的。你这伤口哪来的呀？自己摔的。的确，这是你在桥上自己摔的。护士伸手轻轻碰了碰你额头上的伤口，疼不疼？有人提醒你才后知后觉，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伤，并把身上所有的伤口指了出来，胳膊上有，腿上有。护士摸摸你的头，我知道了，都怪他们这群坏家伙。他们都是坏家伙。不久，院长李青山在办公室内大发雷霆。我不给你打电话，你是不是就直接拿死亡判决书给我了？我们也没料到陈卓会自己跑回来，我们想着先找到他再通知你，免得大家一块跟着担心。陈卓要是没回来，跑丢了，或者被这个鬼那个鬼给叼走了，怎么办？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你要骂我绝不还嘴。我周爱国拿性命保证，绝对不会有下一次。你还想有下一次？他是个重症精神病啊，不是个正常人。这次能自己回来，下一次就不一定了。此次局长周爱国来，不仅仅是来挨骂的，真正目的是不能让你这个大能人在精神病院里荒废，哪怕给院长跪下都可以。年轻女子来到精神病院，找你这个精神病治疗她的小球球。宿主是否接受精神疾病治疗？宿主是否接受精神疾病治疗？宿主哎呀，你烦不烦啊？系统第43次尝试治疗失败。突然，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女子来到你面前，摘掉眼镜，竟然是之前你调戏说她球球生病的女驱魔警张悠悠。此时她却没有前几天精神，黑眼圈格外的显眼，利落的马尾也变成了披肩发，身穿便服，差点没让你认出来。小球球，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我去过你上班的地方，你不在。我去了医院。我就说小球球生病了吧？晚期了，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。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
你手指朝他搓了搓，示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张悠悠秒懂从口袋里掏出全部的钱，你二话不说全部夺走，高兴挂满全身的走去小卖部。过来时就拿了一瓶矿泉水，像个神棍似的摇来摇去。本系统为正规系统，不是那些坑蒙拐骗的系统，请速做好自为之。僵持了一会儿，你还没有停下来。系统正在改善水质，会有些。好了，一口气喝完你的病就好了一半。说完你就去数钱了。张悠悠怎么看都是普普通通的矿泉水，要真说有什么不同，就是多了摇晃出来的泡泡。他刚喝了一小口，你在不远处叮嘱，你要一口气喝完才管用。张悠悠听从你的嘱咐，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肚，喝完整瓶水。他没有感受到一丁点特殊。哎，怎么就相信精神病能治好我的病呢？1周以后再来找我，保你药到病除。张悠悠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，流着眼泪离开。你在后面纳了闷，病都治好了咋还哭呢？一定是开心到哭了。院长办公室李青山还在为陈卓走丢的事情训斥周爱国，可周爱国不想让陈卓这么个大能人在精神病院里荒废。这可是一条人命，玩笑可不能这么开呀！可他的能力不能就在这里埋没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局长见劝说无效，只好暂时妥协。周爱国没有离开精神病院，而是厚着脸皮在这里蹭饭。他掏出一部崭新的手机放在你面前，动动腰，这是我送你的。这手机是给我的。对，我们之间随时保持联系。手机卡我已经装好了，上面存了我的电话，我教你怎么打电话，帮你注册微信。你跑丢的原因就是无法第一时间联系你。有了通讯工具，只要手机有信号，不打电话也能知道手机的具体位置，就不会再发生走丢事件。这马上将是周爱国最错误的一个选择。处理完一切，局长准备驾车离开。动动幺请求连线动动七，动动幺请求连线动动七，动动七收到，请回答。哦喔哦喔。动动七正在执行任务，暂时不能与动动幺连线。5分钟后，正在驾车的周爱国又接到你的第二通电话。动动七执行完任务，请及时与动动幺联络。哦喔哦喔。好的，动动幺。又过了5分钟，电话又来了。周爱国气得直接调成静音。电话虽然安静了，但微信持续被你的语音轰炸。被受到轰炸的不止有周爱国一个人，而是整个精神病院。陈卓，你能不能别再给我发微信了？你不修仙了吗？陈卓，你快修仙吧，你不是马上要渡劫了吗？我压根不敢打开微信，一打开全是陈卓的信息，5分钟没看99加。1下午的时间，你把能得罪的都得罪了，发出去的信息也石沉大海，只有周爱国时不时给你发送无关紧要的信息。这时周爱国知道了精神病有多不按常理出牌。大猫快出来，别吭声，别被那群杀猪的发现。我们走。驾，呵呵呵呵呵，嘿嘿嘿嘿嘿，嘎嘎嘎嘎嘎，咯咯咯咯咯。好无聊啊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陈卓，你快看，那边有人。哪有人？快，大猫躲起来。你个大傻猫，我还在外面呢，竟然没发现我，真是个大傻缺。咦，这个男的3斩阳火好弱呀，将死之人都没有这么弱。什么是阳火？就是2个肩膀上和额头上分别有一株小火苗，活人都有的。那你有吗？我没有，我是鬼。你有？我有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还欺负我有了。陈卓，你大傻子，太黏了你就死翘翘了。谁在骂我？陈卓，再不追就追不上了。啊，那快追！大傻猫追，快追！系统警告，宿主正在靠近危险区域。你已经没有寿命可以和我们对赌了。他的命够不够？你真是虚伪，为了自己活下去，把别人的命放在赌桌上，你就不怕连他的命一起输给我？切，我已经没几天活头了，赢了大家一起活，输了算他倒霉，给我陪葬。老规矩先画押。怪就怪你自己给了我机会，别怪我心狠了。这男的玩个牌咋这么慢？这么久了咋还不出牌？果然是个大傻缺。这一玩就是2个多小时，你就要快睡着的时候，门被打开了。小哥有机会再来哈。
既然来了，不进去看看吗？呦，腿麻了，腿麻了。咦，这老太太咋这么丑？大草腿厉鬼初期，民国分文青楼女子，被某军司令看上，娶为9姨太，后与戏子通奸，被人发现，被活活烧死，死后化为恶灵。张长顺厉鬼初期，民国分文抚顺戏院小生，与某军司令9姨太通奸，被人发现砍头而死，死后化为恶灵。狗耙子厉鬼初期守村人，终身童子身，死后化为厉鬼。狗耙子还有人叫这个名字，真逗。小哥这腿是瘸了吗？蹲久了，麻的。小哥要不要赌点什么？比如花不完的钱、妻贤子孝、父母安康，还有仕途升高。刚走的那人赌的什么？赌的是命，他是将死之人来我们这里赌命，押上了这个女人全部的寿命，输了这个女的命就是我们的，赢了他将有女人3倍的寿命，赌注越大收益越大。这是把年轻女子的寿命输了啊！愚蠢的人类能赌自己的命吗？骗局警告：宿主切勿上当受骗。本就该赌自己的命，赌自己的命，赌运更好。我也赌命，赌多少？全押上。好，爽快人，规矩先画押。这小子至少能活80、90岁，有了这些，我们3个1分，晋升到鬼将，届时在鬼界怎会没有一席之地？小哥麻将还是筛子？不会。那小哥玩什么？抽王八。抽王八。一副牌拿出一个小王3个八，剩下的均分，出掉手中的对子，按顺序抽对方的牌，最后谁拿到王八谁就输了。还不会玩吗？那我再说一遍。会，都会。用你的牌还是我们的牌？我没牌，用你们的。大王和八怎么都在我手里？该你抽了。系统开启防作弊保护。不应该呀，怎么看不到牌面？快点啊！抽个王八还磨磨唧唧的，瞅你那娘娘腔的样子，一点都不果断。系统本着维护宿主生命安全的原则，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为宿主提供特殊手段。不应该啊，我作弊了怎么也输？宿主寿命增加180年，剩余240年。这些寿命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，不能让这小子赢走。这明显是来砸场子的，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既然是来砸场子的，那我们就……好家伙！门怎么打开了？那个，你家门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大猫，小鬼头。不好，沉着有危险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小鬼头，把我零食拿出来，记得拿点不好吃的。这只虎魂是东大桥那只吗？是的。上次咱3过那桥差点被他啃了，咱连人家一只虎魂都打不过，何况还有一只小鬼。崩溃了，真的崩溃了！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些给你们吃，你们不会生气吧？怎么会？客气了。不会。我以3位相见如故，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，进了我的朋友圈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来，你们开心一点，笑一笑，跟我学耶！一起喊茄子。狗耙子，你笑的比哭还难看，你还是别笑了。看我们玩的多开心，刚认识的朋友非要拉我玩牌，盛情难却啊！那我们继续赌命，我现在有240年寿命了。想办法再赌就是修为了。快点啊，玩得正开心呢。我们来赌他，你赢了我把他寿命还回去，你输了用你的命来偿。好吧，来抓牌。乖呀，这小子上哪找鬼玩牌去了？这3只鬼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家伙，这不正是通缉榜上的厉鬼吗？各大小组注意，准备出警抓鬼。怎么是怨鬼？通缉榜上写的不是厉鬼吗？给我看看。再拿个检测仪来。怨鬼还是怨鬼？怎么回事？你们3个是厉鬼？1小时前是修为都输给他了，你们再不来，我们就要成最低阶的游魂了。打牌嘛，有赢有输，很正常。你放屁！都是我们输，你输过吗？今天我牌感比较好。周叔叔，琪姐，这小老太太你认识？什么小老太太？人家明明青春年华好吗？从哪看得出是小老太太了？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。你朋友？我懂了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那这里交给你了。玩了一晚上的牌，扛不住，我要回去睡觉。我派车送你回去。你那小黑匣子太慢了，大猫。
都变强了，我们也走吧。喂，镇摩斯嘛，你们网页上的厉鬼通缉榜的第3名已经被我们驱魔警局缉拿归案了，把这3个厉鬼撤案吧。行了，我还忙着呢，挂了吧。阿远猴儿，你也有落到我手上的一天。哎呀，打错了，陈卓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人了，我这就拔出来。打针还能打错吗？好，学会了。5分钟前护士来喊你起床，结果发现你高烧40度，护士要骗你打针，想到一个办法。陈卓，醒醒，一会去值班室帮我个忙。帮什么忙？阿远医生生病了，需要打针，你不是跟他有仇吗？你去摁住他。阿远这猴儿总算落到我手里了。你之所以会这么兴奋，因为阿远医生是你的主治医生，在你的仇人排行榜里是常年霸占榜1，你对他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了。洗漱完后，你飞快地来到值班室里。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没想到吧，有一天你也会落到我手里头，扎猛点好得快。好嘞。打针还能打错吗？不是给阿远猴儿打针吗？咋扎我屁股上了？不合理啊！到底哪里出错了？这个问题你整整思考了1个上午。临近中午，女护士又过来了。陈卓，有人拿吃的来看你了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来了。没有打针的护士，也没有阿远猴儿，初步判定安全。陈卓这里，陈卓，这些都是给你的。给我的吗？谢谢你救了我女儿，这点礼品不成敬意。不客气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张悠悠是一个患有乳腺癌晚期的患者，昨天你用1瓶水加上系统治疗了她1大半病症。这里有一些水果零食，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随便买了点。那我先尝尝，要是好吃，你下次多买点儿。张悠悠看着你高兴的样子，很是满足。他来看你时了解过你的身世背景，因为患有先天性精神病，被父母遗弃，从小在精神病院长大。哟，大下雨天的你们院里还这么热闹，你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别犟啊，这是恒丰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伯通，还有他的爱女吴宣琪。昨晚陈卓从3个厉鬼手里救下吴宣琪，他们这是来感谢陈卓的。陈卓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吴宣琪，昨晚你救了我。卓你好。陈卓，人家大老远来看你，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？是我没礼貌吗？是我让他们来看我的吗？是他们主动来看我的。看看小球球，这才是来看我的。他们2爪空空来看谁的？给他点钱就行，有红票子他就高兴。陈先生，非常感谢你救下小女，这张支票您看着填，您填多少感谢费我就给多少。真的填多少都可以吗？个10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、100万、千万、亿。919,999万9,999，把吴伯通卖了也凑不齐啊！周爱国向吴伯通比了个稍安勿躁的眼神，然后来到没人的地方向陈卓发信息：星球最英勇的战士洞洞妖速来洗漱区报道。我先去上个厕所，都不许跟着我。洞洞欺人多眼，咋有事快说。洞洞妖，我感觉支票是个坑，你想想你填完了上哪换钱？银行啊，洞洞欺你还没有完全了解愚蠢的人类。我是说你去银行，人家不承认怎么办？你上哪找他们去？万一他们2个是骗子呢？洞洞欺说的有道理，洞洞欺有什么好的建议？空头支票不如实物。食物我有好多吃的了，实际的物品。懂了，多谢洞洞欺提醒。我不要支票，我要实际物品，必须送到我面前。那你要点什么？黑匣子，我要黑匣子。黑匣子。他说的是汽车。汽车，陈先生，如果周局长和你们院长同意，我愿意送您1辆。我丢，这就甩锅给我了。一个重症精神病要汽车，除非我这个院长想提前退休才会同意。我同意。这要出的事，你担得起吗？我确实担不起，不过我可以给陈卓派个司机。吴老板买汽车，院长你配合就行。我可不能让陈卓对我失去信任，要不然谁帮我捉鬼去？我真是个小天才。我不同意，我自己能开车。你开个拖拉机吧，谁敢让你开？陈卓有身份的人都不开车，不信你问吴老板。我出门都有专门的司机。你是有身份的人，不能开车，只能坐车。小球球是吗？是吧？那好，小球球来给我开车。不行，我女儿现在还生着病呢，不能劳累。此话一出，张悠悠母亲就后悔了。这句话要让你不高兴了，一甩手不管自己女儿的病怎么办？对哦，小球球去小卖部买瓶矿泉水来。不是说要1周以后再治疗吗？我说1周就1周，我说1天就1天，快去快去。哦，我这就去。我运功期间谁都不准出声，要是坏了我的功力，休怪我不客气。
宇宙无敌风火轮。这放在以前，院长早就派保安把陈卓给摁住，这哪是运功，明明是精神病发疯。一针安定剂下去，分分钟安静。小球球扶稳了。系统强调，本系统为正规系统，不是那些坑蒙拐骗系统，请速速在3好自为之。再见。系统正在改善水质，会一些。这瓶水耗费了我50年的功力，一口喝下去，你的病就好了。明明是宿主风啊，蕾蕾。张悠悠拿起水，毫不犹豫的一口闷。相比昨天，今天的水有股淡淡的血腥味，喝下去后，从胃里开始蔓延全身经脉，尤其是胸口，有股温温热热的液体在盘旋，开始有微微的疼痛，渐渐的进入其舒爽。悠悠感觉怎么样？大调真的睁眼不见了。废话，这瓶水耗费了我50年的功力，为了救小球球，我白修炼了50年。陈卓，谢谢，太谢谢你了，我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愚蠢的人类怎么总喜欢感谢我？小球球与我有缘为师，不知小球球愿不愿意做我师傅？也不对，这话咋说来着？这话该咋说来着？你做我师傅吧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趁着大家都在跪地拜师吧。啊，跪地拜师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跪地拜师那一套？你傻啊，他不光能救你的命，日后的工作还能帮你不少。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小球球，徒儿乖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系统赠送百鬼灵，鬼物靠近百鬼灵自响，随着主人能力等级可取3D 等鬼物。我也没什么好送的，这百鬼灵就赠予你了。鬼物一旦靠近铃铛，自想替你驱散鬼物。谢谢师傅。咦，不会响，看来是遇到鬼物才会响，真是个好宝贝。这是给你的吗？小球球拿着。是，不对。陈卓，你还收徒吗？你觉得你配吗？陈大师，要不要去4S 店挑选一款心仪的汽车？就是您说的黑匣子。好啊，现在去。院长，现在去可以吗？吴伯通没有一点商业大佬的气势，一心只想巴结陈卓，而院长也得罪不起吴伯通，他可是知名地产大亨，院长只好答应。他们前脚刚送走，后脚就来了一辆车。大爷您好，这里是雕雕精神病院吗？大爷，你特么才大爷，我有那么老吗？而且那么大个字不比我明显。是这里，你们是谁的家属吗？大爷，我们是来找陈卓陈大师的。我弟弟在驱魔警署上班，听他说陈大师的符很厉害，我们就过来求几张。又是来找陈卓的，陈卓这头狗屎真成香饽饽，真不巧他刚出去你们就来了。那他还回来吗？回来也得明天吧。大爷，他回来的时候麻烦跟他说一声。这一车人掉头就走，连声再见，谢谢。叫我大爷，还想让我通报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原来我与人生巅峰差的不是钱，而是成为一个精神病。你敢信2个貌美如花的女孩子对着一个精神病有想法，就因为你是他们2个人的救命恩人，一个成为了你的徒弟，一个为了报答你要给你买车。要欢迎光临。吴宣琪的父亲吴伯通本是最大的地产大亨，店员一瞅是他，赶忙上前哈腰弯背。看车的过程，你抱着店员给的点心穿梭在众多豪车中，而这些车根本入不了你的眼睛。直到路过一个汽车，就他了，他跟我有缘。先生，这辆车型不适合家庭出行哦。家庭？你赤裸裸精神病一个，像是需要家庭的人吗？被羁绊的强者还能叫强者吗？你这是在怀疑我的眼光。就他，陈大师看上的，买它。这辆车本是没有新车车型，需要从外地调车。你直接跳进车里不再下来，我就要它。刷卡就他了，现在开走。买车像买白菜一样，全程不到10分钟。周爱国替你办了临时牌照，张悠悠作为你的司机，跟你坐同一辆车。吴宣琪想跟你坐同一辆车，可惜只有2个座位，最后被吴伯通拉上了另一辆车。路上你坐在副驾驶吃着点心，看着在你前面带路的车越看越气。岂有此理！愚蠢的人类竟敢跑到我前面去！小球球超过他们。师傅，我们的车没那么快。有的你加速，其他交给为师。系统加成速度提升100%。突如其来的速度，张悠悠根本来不及控制方向，好在有自动避让功能，有惊无险的超越了前方车辆。这就对了吗？强者就应该走在最前面。此时的带路车里毫不知情自己已经被超越了。周局长，您和陈大师关系好，帮忙给我说说好话。我开发的小区平白无故死了4个人，查不出原因，开不了工，这损失担不起啊。我帮你问问，我也不能确定他能解决问题。你好好想想，确定没得罪什么人。我们警署在那小区抱着设备蹲了1个星期，愣是没检测出一丁点引起波动。我也怀疑过人为，工地上的每个人我找人调查过，
都是打工的，不存在背后指使。再说了，谁会傻到用命办事？半年前，吴伯通买下一块地皮建小区，动工第1天就见了血，人虽然没事，但不是好兆头。结果第5天就出了人命，一个工人被钢筋穿透身体，救护车还没到人就没了。事发过程有目击者，还有监控是意外身亡。不到半个月，又有1名工人死亡，抡大锤时大锤突然断裂砸中脑袋，当场去世。同样有目击者，有监控是意外身亡。事发后，吴伯通打通关系，再给工人们包了红包。后来盖到5楼时，有工人在众目睽睽下直接从5楼跳了下去，死者中午还有说有效的。一连3条命，工人们纷纷罢工不干了。吴伯通不可能看着投进去的钱打水漂，于是给工人加工资。有头铁的人答应复工，不过每天只工作6小时。这招管用了2个月就出了人命。一个下班后的工人折返工地，突发心脏病死了。吴伯通头再铁也不敢继续施工，后来找了一批又一批大师，气势是一个比一个大，要的钱一个比一个多，到头来毛用都没有。这次遇到陈卓，从3个厉鬼手上救下他女儿，就认定了陈卓能解决工地的问题。老爸，陈大师好像比我们快。不可能，就他那小车全马力，还没我蹬自行车快呢。周爱国吐槽完就傻眼了，在车后没见影子，却在前面看见一个快要消失的小车影子，掏出电话就给张悠悠打去了电话。你干嘛哟？开火箭呢？想上天是怎么着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这车好像比正常速度快。来追我啊，追不上我吧。开车去金江酒店，吴总在那里摆了席。好。酒店包厢里2个女生对陈卓格外照顾，一个包虾包螃蟹，一个给你夹菜，把服务员都羡慕死了。这待遇我什么时候能享受到啊？另外2个人则是眉来眼去，不知道怎么开口请你办事，他俩的一举一动全被你察觉到了。这个能力还是你在精神病院观察护士会不会对你打针练出来的。你们是不是有事请我？他俩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了你听。陈大师事成之后，吴某必有重谢。动动腰，别忘了你的黑匣子还是人家送的。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，这个道理你还是懂的。行，那本大师就去看看。夜幕降临，工地门口，吴伯通贼兮兮的打量周围，手上一阵捣鼓，愣是没把门打开。你很是纳闷，上前观察怎么回事，结果发现吴伯通钥匙都拿错了，还一个劲的往里兑。别兑了，你兑到天亮也插不进去。你瞅瞅，你拿的钥匙是这锁头上的吗？真这么笨死了？你把吴伯通挤到一边，一只手抓住锁头，系统正在开锁。一声脆响，你把锁丢到一旁就进了工地。众人都傻眼了，不去当开锁师傅真可惜。系统开启速度天眼，你脚下开始浮现出黑色线条，还有看不懂的文字。你向周围看了看，这只是线条与文字的冰山一角。你抬头寻找制高点，然后把虎魂召唤了出来。驱魔艇发现检测仪没有动静，不过立马就反应过来这里有问题，这就是之前出了人命检测不到阴气的原因。你骑着虎魂来到楼顶，往下看就是整个法阵的全貌。当你被一个女鬼掐住脖子，你就挠她的胳肢窝，然后就会松开掐住你脖子的手。这招伤害不大，侮辱极强。当晚你受邀来到一处工地，检查是否有鬼物作祟，结果发现一个巨大法阵覆盖了整个工地。限制字眼：奉恶鬼为神，将鬼神镇压在正眼中，以活人血肉喂养鬼神，增进鬼神修为。正眼启动时，无差别活人献祭。献祭之眼，什么鬼东西哟？爸爸接电话啊！爸爸接电话啊！动动腰，你在哪？动动七，请求支援。动动腰接到支援请求，正在火速前往。哦喔哦喔！你从高楼一跃而下，来到他们所在的楼层。刚一靠近，就感觉到进入了某种屏障里，同时也看到了众人所恐惧的东西，是一个人在抡大锤。工地档案里有一个工人就是抡大锤死的。那人朝众人一笑，下一秒大锤断裂，插进头部先去，随之喷出。初级鬼域，附近有鬼物，利用吴伯通的恐惧，打造出鬼域，把局部区域与外界隔绝，放大吴伯通内心的恐惧。倒地的工人蠕动身子，重新爬了起来，而你锁定吴伯通向他跑过去，显然他已经被吓成了孙子。你在他脸上不知道扇了多少个巴掌，让他清醒了过来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瞬间，众人看到的幻象消失不见，在远处的一个水泥柱旁，就是制造鬼域的鬼物。你发现了他，他也看到了你。女鬼闪身来到远处，小鬼头给我拦住！用一瞬间拦住了要逃跑的女鬼。王思魂2阶元鬼初期，随祸身亡，寻找替身已被投胎，现被困献祭之眼中。2阶怨鬼对上3阶厉鬼，在小鬼头的逼退下，女鬼来到你面前。女鬼见没了退路，运转，全身阴气漂浮起来，突然你一巴掌拍在她脑门上，把女鬼打回了地面。女鬼感觉受到了侮辱，直接掐住你的脖子，用力将你举起来，结果没举起来，换双手再用力，还是没举起来。你看着她
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伸手挠了一下他的胳肢窝。我是鬼啊，我怎么能笑丢死鬼了？没想到你撩起女鬼前面的头发，没有血腥，没有恐怖，竟然还长得有些萌。萌中不足的是眼珠子一左一右，有点斜视。女鬼愣住了几秒，说道：“看什么看？我警告你们啊，快点走，不走都得死！”说着最狠的话，用着最萌的声音。这也不像是害过人的鬼啊，一点鬼的气势都没有。看看人家小鬼头俩眼通红，让人一看就害怕。女鬼突然发起疯，预警！嫌弃自眼在压力鬼神有波动，请宿主尽快离开。不能让他醒过来，你们快走啊！谁要醒过来？下面镇压的家伙，我真正的对手。什么镇压？你们必须选一个人献祭给他，不然大家都得死。周爱国陷入深深的迷茫，一个精神病，一个鬼，他该问哪个？说了又该相信哪个？撤退，先撤退。接受神的审判吧，皮耶罗。3楼跳下去了，皮耶罗又是谁？系统加层如来神掌。这坑是陈卓造成的。我师傅呢？快下去看看。哇，好多大黑匣子！师傅，动摇别动。陈卓走，快走！此刻你脑海里全是电视里一伙人进到一个大山洞里寻宝的画面。现在这里这么多大箱子，里面的宝贝肯定很多，莫不是洞洞七想要独吞这几箱宝贝？我不走，我凭啥要走？我找的宝贝就是我的。我的祖宗嘞，这哪是什么宝贝？这是切魔教的献祭之眼嘞！我知道，那也是我的。伏魔球。这是个鬼物横行的时代，普通人见到鬼那都是躲到远远的，可这个精神病倒反天罡，追着鬼物跑。真晦气，出门就碰到那个精神病。这8口棺材的位置是八卦中的坤震巽坎吉艮兑8个方位的棺材里躺的全是厉鬼以上的鬼物，利用厉鬼的阴性形成一个聚阴阵来滋养阵眼中的鬼物，被滋养的鬼物岂不是恶灵以上？我们打不过，快打电话给镇魂司。驱魔警主一个算一个的掏出手机，不对，怎么没信号了？我手机也没信号，我的也没有，我的也是。什么嘛，啥也看不清。发生什么了？陈卓，你在哪呢？陈卓，这黑乎乎的啥都看不清。周爱国伸着手一通乱摸，真让他触碰到了一只腿。陈卓，是你吗？死肉，你也不动，什么东西？我不想死啊，还有什么办法？给我想。想起来了，我还有陈卓给的护身符。护身符形成一道隔离空间，将干尸弹开，同样也将周爱国弹开。干尸在隔离空间周爱国被踢到了一边，攻击的力有多大，周爱国受到的力就有多大。我这是要死了吗？不能睡，睡了魂魄就离体了，离体就意味着献祭给阵法。世上再无周爱国，亲人朋友生生世世不再相见。不能睡。陈卓把周爱国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，有系统在他没有被黑气影响。3阶厉鬼后期，4号将尸体炼化，葬在大阴子地养尸。早年间评言，大阴子地养尸可保死生千年不腐，一旦魂魄修炼圆满，亦可魂归死生。看屁啊看！系统加成伏魔拳。想群殴我，一群小戳戳来啊！7具干尸围在主棺前，不敢上前，并不是害怕陈卓，而是惧于主棺中的正主。哈哈哈哈，这就对了嘛，向强者下跪并不丢人。俗话说得好，喜喜恶者为俊杰。不行了，猎杀时刻。甘肃将军自结恶灵初期，生前军营杂于兵，嫉妒将军威风，两军交战之际逃离军营。一生投来的将军盔甲坑骗一方，此后以将军身份下葬，盔甲煞气护身，常年吸收阴煞气，又被天魔教挖掘，聚杀养尸，警告宿主，趁其还未完全恢复意识，尽快绞杀。原来是明甲将军啊，可这盔甲是真的。欢迎星球中最英勇的战士洞洞妖凯旋回归，誓死保卫星球的荣誉。陈卓扒开干尸将军的手，拿走手里的玉铲，再将佩剑拿走。你若跪地求饶，本将军便放了你。你敢信一个精神病习得剑术，一剑便可斩尽一切邪祟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。这还是那个精神病吗？我再也不相信他是精神病了，我见鬼也没见他可怕。干
干尸将军疯狂吸食周围阴气，恢复到全盛时期后的干尸看着陈卓手中那把自己的佩剑，抬起手要把剑吸过来，陈卓哪能让到手的宝贝飞了，于是死死抓住剑柄。系统加载，将军起死。突然利剑出鞘，同时陈卓身上散出阳刚之气。大胆逃兵，岂敢偷盗将军之物，派出乖乖受死！根本是给干尸将军留着时间，陈卓就来到了他身后，在原地没有停留一下，又是一道火芒亮。八具干尸被拦腰斩断，干尸将军身上的铠甲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气息，一件件飞到了陈卓身上，来到驱鬼的驱魔警这里，他们根本经不住陈卓身上那股将军气势的压迫感，一个接一个入下陈族，将坑下的大官被本将弄回家去。什么情况？我两腿直发软，脑子一直告诉我跪下去，跪下去。你们看见没有？那个厉鬼级别的干尸就这样被一剑解决了，太恐怖了！我再也不相信他是精神病了，我见鬼也没见他可怕。离开后的陈卓系统将他身上的将军气势散去，一下子几十斤的东西挂在身上，让他一时承受不住，栽了个跟头。好在没人看见他扑街的一幕。由于局长受到干尸攻击，被送到医院抢救，生死不明。陈卓也被带了过来，看守他的是张悠悠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为师我想拉屎。来到厕所的陈卓就在听侧友讨论美食。医生说骨折了跟鬼没什么关系，你们放心吧。可以。已经完事的陈卓久久没有离开，抿了抿嘴，继续听侧友通话。排骨汤也行，喝点汤类给他补补。此时陈卓按耐不住咽起了口水，他也想吃，生病是不是就有这些东西吃了？可是万一装病被打针怎么办？为了几口吃的挨一针，好像不太划算。陈卓大脑飞速思考 ，CPU 燃烧2分半钟后，想到一个好办法。走出厕所的陈卓还在止不住的咽口水，这一幕让张悠悠觉得他不是上厕所拉屎去了，而是上厕所吃屎去了。为师方才在打斗过程中泄了体内的真气，为师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。陈卓这又要闹哪一出？乖徒儿，你怎么不问问为师怎么才能保住体内真气？那师傅怎么保住真气呢？为师要住院。脱离精神病院的管辖，陈卓彻底放飞自我，要求张悠悠用纱布把自己包成木乃伊，只露出2只眼睛、2个鼻孔、1张嘴。宿主是否接受精神疾病治疗？宿主是否接受精神疾病治疗？宿主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啊？你全家才是精神病呢！系统第52次尝试治疗失败。陈卓，你个大傻逼！闹闹腾腾到了天亮。陈卓才说出自己的目的，为师真气泄体，需要吃红烧猪蹄和排骨汤来补充，需要天天吃顿顿吃。失去自由，在精神病院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好，还是在有自由的外面做牛马的生活好？为师真气泄体，需要吃红烧猪蹄和排骨汤大补身体，需要天天吃顿顿吃。想吃就直接说嘛，非要把自己包成木乃伊装病。哼！陈卓就这么的编了个理由，大鱼大肉就摆在了自个面前。吃饱喝足后，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总部收到，请回答。哦喔。地球已被鬼物攻占，我方可趁此机会背后偷袭征服大球。大球属于3体。哦喔。完累之后，就躺在床上打鼾。有人喜有人愁，驱魔警局长因为阴气入体，即将走向生命尽头。周局长体内的阴气侵袭了他的各个器官，严重的是他的大脑在发生病变。那赶快救他啊！以现在针对鬼物的医疗水平，无能为力。那我爸还有多长时间？2、3天。自从鬼物攻占地球以来，越来越多的人阴气入体来医院，医院却不能给出有效治疗方案。作为医生，我很抱歉。爷爷，你醒了。我的病情怎么样了？你这体格能有什么事？爸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就是阴气入体麻痹了神经，按时吃药养2天就没事了。你们不用安慰，我好歹是一局之长，有没有骗我，我能看不出来。实话实说吧。爸，我们安慰你干嘛？真没事，养2天就出院了。乖孙儿，你告诉爷爷。医生说爷爷肚子里的器官被阴气吃掉了，还说什么2、3天。爷爷，你什么时候陪我玩呀？小孙子立马被他妈抱走了。周爱国得知自己病入膏肓的反应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陈卓在哪？爸，你都这样了，还管那个精神病干嘛？我就问你，陈卓在哪呢？他在普通病房。带我去。你这病需要无菌条件。
说到无菌条件，这儿子明显心虚了。这么多人陪着，这里早成细菌培养室了。周爱国妻子觉得这是她丈夫最后一个愿望，也就答应了。周爱国看到陈卓的样子，吊着的心终于死了。本想着陈卓能用一瓶矿泉水治疗张悠悠的乳腺癌，也能治疗这阴气入体的病。看来你比我还严重，包得这么严实，应该没一处好的吧？都怪我非要拉着你一起去工地，要不然你现在还在精神病院子里披着床单偷偷联系总部呢。上次你在东大桥磕破了点皮，就疼得吱哇乱叫，现在全身包着纱布，你怎么就不喊了呢？咱哥俩这回真要被总部接回去了，我第一次去，你可得给我带路啊！叽叽喳喳，喳喳唧唧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没死？周爱国死着的心又活了。陈卓，不对，动动腰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那个黄黄带角角的是啥？没吃过啊，差点就出大事了。我体内真气泄漏，幸亏我发现及时阻止了泄漏。动动气，你身体素质不行啊！星球咋派了你这么个废物来支援我？周爱国注意到了陈卓盯着他的果篮不放。我现在身体也吃不了，那果篮你吃吧。只要物品的主人同意了，陈卓就会一点不客气。周爱国看他活蹦乱跳，就明白这一身纱布是陈卓作妖的杰作。这个要把边削掉的。陈卓咬一口，丢回了果篮，拿起香蕉咬一口，又丢回了果篮。其中的每一个水果，陈卓都咬上一口。只有这样，别人就不会向他要吃的了。动动腰，我床底下还有好吃的都给你了。都给我了。得到了同意，陈卓把床底下收刮得一干二净，连洗脸盆、尿盆都没放过。周爱国看时机已经成熟，动动腰，你是我们星球最英勇的战士，我这种战士跟你差了10万8千里。我终于知道星球为什么派你来地球完成任务了。我连敌人的平 A 都抵挡不住，我太废物了。不，每一个战士都需要成长，我相信有朝一日你也会成为像我一样的战士。我身体已经没感觉了，医生说我要死了。那群白大褂杀猪的愚蠢得很，他们哪里了解我们星球先进的医疗水平？就这点小病，在我们星球跟感冒发烧一样。动动腰可有办法？陈卓从一堆东西里翻出纸和笔，在纸上画出花花草草，然后撕成一条一条，用唾沫粘在周爱国脸上。为了活命，我忍。大功告成，这些符咒耗费我100年功力，你要贴上7749日方可消安无事。49天，那万一掉了怎么办？掉了就说明好了呗。还有我需要吃鸡鸭鱼肉来弥补我为你消耗的100年功力。掉了就说明好了。那7749的意义在哪？是陈卓为了押韵乱说的吧？一个精神病就是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你说气不气人？符咒夹层，新衣服，系统夹层，麒麟护体符。陈卓，你个大傻逼，不要再滥用符咒了，本系统不是那种地摊货。你再骂，你全家还都是大傻逼。好家伙，陈卓有着不一般的能力，被镇魂司给盯上了，还派了2个人来探查陈卓的能力。动动腰，你给我脸上贴的纸条起作用了。怎么我越来越疼了？知道疼就是有感觉了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疼死的。可是越来越疼了。陈卓没有再理会周爱国，周爱国感觉自己的器官像裂开了一样，全身剧痛无比，用尽全身力气才摁下了呼叫按钮。快给我打麻醉，我疼的受不了了！不要动我的脸，不要动我的符咒，手从我脸上拿开。在前往抢救室的路上，就给周爱国打上了麻醉。可他脸上的符咒把麻醉剂当作侵害源给净化掉了。什么破麻醉啊，一点用不管！快啊，我疼死了！阴气入体，马上死了。小点声，别让人家家属听见。镇魂司办案，陈卓在哪个病房？鬼气复苏的时代，人们不再吹捧那些流量小鲜肉，而是驱鬼降魔的英雄。镇魂司办案，你就是陈卓。陈卓没有理会，只是把那2人脚边的果篮挪到了床下。镇魂司办案，请你配合。忘了用勺子，没关系，再喝一杯。他们坐镇魂司修士以来，第一次受到冷眼对待。镇魂司办案，请你配合。突如其来的一掌让陈卓手拿着的燕窝撒了一半，陈卓喝掉剩下的半杯燕窝，一把抢过镇魂司修士的证件。赔我燕窝，赔我燕窝，赔我燕窝！镇魂司修士气愤的要用灵力镇压陈卓，却莫名其妙的被驱散了。就这样，2个堂堂进官境的镇魂司修士被陈卓的王八拳打得狼狈逃窜。
你丫的！疯子，压根就一疯子，真搞不懂为什么要在一个精神病身上花时间。就算他有些本事，也是山窝窝里的凤凰，到了凤凰群里，也不过就是个山鸡。师傅，吃午饭了。小球求你来了，快来快来，为师这里有好吃的。谢谢师傅，我妈给你熬了鱼汤，熬了很久呢。哦，快给为师尝尝。师傅，我的乳腺癌痊愈了，多亏有你，医生都不敢相信呢。一个乳腺癌晚期患者怎么可能会在几天内痊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当然了，不看看你为师是谁？他怎么没被轰出来？你傻啊，没听他喊师傅了吗？长得挺好看，怎么就认了个精神病当师傅呢？咱俩回去可怎么交差？这个精神病的实力咱也没测出来啊！唉，再等等吧。你好，我们是镇魂司的工作人员，应上级要求来检测陈卓的能力。这是师傅干的吧？你们好。陈卓脑子有问题，我们跟他交流不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们个忙？把这枚检测时让陈卓握一会儿。你们脑子才有问题呢。他不是精神病吗？你们才是精神病，你们全家都是精神病。哼！张悠悠的命是陈卓救的，师傅不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，更何况是说陈卓脑子有问题的人。这女的该不会也是精神病吧？听说跟精神病待久了也会变成精神病，看来是真的。那我们的任务怎么办？去找护士帮忙。